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就在昨天呢，美股出现了一个1%的反弹，反弹幅度不大，但这个反弹呢非常重要啊，原因是此处的反弹重新让美股站上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我们看到啊，这轮行情经历了3月7日这一天为开始的一个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让美股跌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那跌破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呢，就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反弹的预期在这里面。但反弹过程当中呢，我们初始判断反弹的预期是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一个规律性的反弹。那么当前时间点，我们在316日的这一天看到了一个中阳线。那这根中阳线呢，在日线的这个级别上，我们认为是一个悟空阳线。那有了悟空阳线之后，行情重新反弹上来，重新站上144均线、169均线之后，就有在近焦点啊，这个近焦点呢是由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焦点位的近焦点，就有在这个区域上重新反转上来，形成一个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趋势，从而呢让美股重新启动行情。那反弹呢，最终就有机会变成反转啊，让美股重新的不断创出新高。这种可能性呢，是基于美国加息不断减缓的情况下的。所以呢，当前行情昨天美股出现1%的反弹，站上144均线啊，这是一个多头方面军积极的一个信号。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比特币终于同步了美股，出现了一个重新站上28000点的一个多头趋势重启的一个标志性的特征。那么这轮行情呢，我们观察到啊，比特币一直以多头趋势和反弹趋势为主，但是美股呢曾经出现了一段的下跌趋势。那么这轮震荡和反弹行情呢，比特币和美股出现了同步的现象。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那么这轮行情呢，起始于1月初啊，1月初的一轮日线级上涨西游，让比特币重新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啊。去年6到10月份波谷连线形成的一个重要压力位，那多头趋势就此展开。那么展开之后呢，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源自于1月20日，1月20日同步了美股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之后，行情走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八戒阳线组。那八戒阳线组和悟空阳线呢，最终被空头击碎啊！击碎之后呢，行情只跌于日线级别的重要均线系统144均线、169均线这个位置，然后开启了第3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第3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啊，高点建立于$28862啊，到达这个位置之后，行情出现了一个震荡。那么这个震荡呢，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是有解读的，因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它需要进行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震荡和调整。那么震荡调整过后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啊，由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了突破，重新站上了$28000。那么我们非常清楚啊，这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啊形成的焦点和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一个变盘的位置。那么这个区域就让我们有充分的埋伏的一个理由。这个埋伏的第一个仓位呢，恰恰是在$27000附近。那么如果下跌下来，我们在$26500到$25000附近应该布局第二个仓位。这个第二个仓位的布局原因呢，是4小时均线的一个延长线啊，4小时144均线的一个延长线的位置布局第二个仓位。那么行情在这里事实上发动了一定的突破。那这个位置呢，$28500这个位置呢是存在压力的，因为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啊，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高位的平头哥，这个平头哥呢最终被打了下来，又重新反弹上去。那么这个位置就成为行情当中一个多空一个纠缠的位置。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啊，我们看到了美股的突破，看到了比特币的一个同步啊，所以呢，当前阶段行情有重新启动的可能性。那么如果重新启动，在日线级别上必然会看到一个新的
标志性的悟空阳线。那么有了新的标志性悟空阳线之后，行情重启啊，会走一个第4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把 K 线合并之后啊，就是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啊，周线级别启动于1月9日的这根阳线是悟空周线级别的阳线，然后走8线阳线组和沙僧阳线。当前比特币周线级别正处在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上方非常重要的压力位169压力位刚好在28500美金，所以呢，这个位置一旦发生突破，势必要到达上方的一个压力位，同时呢，出现唐僧阳线到达目标点位144周线级别均线的附近啊，也就是说目标点位32000美金啊，最近一段时间一直给出的这个位置啊，32000美金很快会到达，最终呢完成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行情势必要进行一定的调整。我们知道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是一个非常大的轮次的上涨啊，这一轮上涨呢，我们看到从1月初啊到3月底，基本上经历了4个月的上涨趋势。那么在这个趋势完成之后，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大概率会搞什么呢？会出现日线级别的调整过程。那日线级别调整完成之后，有可能出现第2轮的啊，如果趋势不变的话，有可能会出现第2轮次的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所以呢，目前的多头趋势依旧存在的情况下啊，还是以布局多单和持有现货为主。那么比特币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吸血的状况啊，这个吸血的状况我们怎么看呢？要通过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啊，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啊，前面行情当中跌破了0.067重要的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哪儿来的呢？是从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形成了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发动跌破之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趋势，这个比值的趋势就发动了一轮下跌趋势。所以呢，目前比特币是强势的，这种强势呢是相对于以太坊的强势，以太坊呢是落后于比特币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重要的平台币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上来看啊， BNB 目前也是处在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当中啊，所以呢，行情当中 BNB 以太坊是相对于比特币弱势的。所以呢，我们在本轮行情当中看到很多山寨币没有跟涨，没有跟涨的原因呢，就是以太坊跟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弱势， BNB 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弱势。但是这种弱势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强势板块啊正在面临飞速上涨。那这些强势板块呢？这些强势板块和强势币种相对于比特币的比值是出现飞速上涨的，因此呢，它们出现了一定的龙头现象。这些龙头币种，我在前面行情当中啊，前面行情分析当中给出了啊 ，Mask 算一个 ，CFX 算一个啊 ，GOE 算一个。啊 ，KEY 啊也算啊，这些强势币种是我们做行情必须要参与的啊。你炒币啊或者炒股都是炒一个预期啊，这些预期呢，往往强烈的预期呢，往往是由于一些消息面因素啊，一些资金面的因素引发的啊，所以呢，通过技术面回馈到消息面回馈到资金面你要找到这些龙头币种，然后重点布局，重点参与。同时呢，我们昨天给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一些相对价格便宜的弱势在底部的，你比如说看道指目前仍然在行情底部，它的一个底部特征呢，是因为大多数币种都处在140均线日线级别140均线和169均线之上。但是我们看到道指始终徘徊在这2条均线水面之下。那弱势币种呢，你也可以做这个可以根据你的性格来。有些人就喜欢埋伏弱势币种，等待它的爆发和突破。那有些人呢就喜欢做强势币种。像我这种类型的人，我是喜欢追涨杀跌的。追涨杀跌不要说是错误的这个理念呢，我认为已经被淘汰。追涨杀跌呢是追龙头币种如果这个币种是龙头币种持续上涨的话，要进行追击。那么如果它的上涨基本上结束调整到了一定的位置，我们要先出局一些部分把一些仓位减掉，然后等待低位重新接回来。这样的追涨杀跌是合理的追涨杀跌而不是看到某些弱势币种出现突然的上涨之后，一个拉升就把你资金带进去，那你这种毫无理性的追涨杀跌必然要受到市场的摧残
啊，所以呢，合理的追涨杀跌是正确的，这种正确呢是方向上的正确，是决策上的正确啊，要做对的事儿，而不是乱做。我还是喜欢分享一下我的 CFX 啊，它的行情走势非常简单。首先是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两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收做调整动作啊，调整动作下来之后，重新搞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出现了高点0.4876啊，我是在0.45美金附近减仓。为什么减仓呢？因为根据我们 K 线吸收战法，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过程啊，所以呢，减仓之后啊，在0.32附近又重新接了回来。当然了，它的低点0.30这个我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然后我们看到在4小时级别上，它形成了一个下跌结构，收敛结构下跌啊，并且呢，这个焦点呢指到了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169均线。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昨天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这个反弹呢是下跌过程当中接近焦点位啊出现了反弹，脱离了下跌的一个结构。然后昨天这两条线，你看昨天的视频我已经给出来了，这两条线呢是反弹过程当中形成的啊。昨天大概走到这个位置0.34附近，我就给出了这条线啊，因为这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它是方向向上的，并且呢没有形成焦点，所以呢我认为它的趋势没有完结。一个行情，如果你能看到这个焦点有点量子力学的感觉了，如果你能观察到这个焦点，那么这一轮行情下跌趋势也好，反弹趋势也好，震荡趋势也好，如果你能观察到这个焦点，那么大概率它要变盘了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反弹行情和上涨趋势的行情，波峰连线、波谷连线连出来之后，它的焦点我们没有办法画出来，那么它的这个趋势就一定大概率会出现继续上涨，直到它的焦点能够出现所以呢，我们这轮行情 CFX 我们已经吃了3波了，包括我会员群的朋友和我周围附近的一些和我要好的朋友已经吃了3波了。怎么操作，基本上就是按照它 K 线上的逻辑去走。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认为CFX 作为香港板块龙头币种，它会有怎么样的走势呢？首先，周线级别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然后是8线阳线，沙僧阳线组走的非常震荡，这个正常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沙僧阳线之后，我认为唐僧阳线很快会出现。你可以翻看我的历史节目，我给出的预期是0.7美金，这个位置是保守的，因为在0.7美金之后，周线级别它基本上解放全人类了所有的筹码都要被解放，解放之后呢，上方是有空间的，所以呢，一轮这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它可能进行第2轮的周线级别上涨因此呢无论我在高位怎样减仓，底部都会补回来，并且呢，让我的币不断增多，这样的话，你才能得到趋势上的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